回到節目現場，科技的話題呢，可以看到安氏之亂哦，現在還沒有落幕哦。全球半導體產業又被荷蘭狠狠的攪動一下了。怎麼說呢？因為荷蘭原本口口聲聲的說呢，要停止政府干預，就把安氏半導體還給中國得了。結果呢是說一套做一套。荷蘭的企業法庭接管裁決依舊生效，也就是說安氏的控制權啊，現在依然是握在荷蘭的手上。那當然，中國大陸受不了啊！中方的舆論是全面都炸裂了，都在批評荷蘭，你難道是一手想安撫中國，但是另一手想討好美國嗎？那既拿到這個既得的利益跟安全的想象，同時又不用承擔任何的政治代價，哇，都給你贏，都給你爽就好了。那天底下有這麼好的事情嗎？那荷蘭做出這樣背信的行為，如果徹底激怒北京的話，後果有多嚴重？葉老師。我覺得荷蘭做這件事情本来原來一開始的動機不良，而且做過程粗糙，然後最後的結果難堪了。因为他为什麼動機不良呢？他其實呢是要配合美國通過的一個盧特尼克搞的一個滲透法案，只要分公司超過50%的話呢，就可以直接管他。那荷蘭的話呢，就對美國邀功，就是動機就不良嘛，對不對？然後過程非常粗糙，他是直接弄過來啊。那個時候我們已經分析過嘛，大千已經講過，就是人家花了300多億把你繼承這個文泰，他已經講的根本就是我的，只是說總公司留着安氏，聽起來好聽一點嘛，感覺這個國際化一點。然後呢，你接下來的話動機很粗糙，然後現在這個結果是什麼呢？我跟你講啊，現在結果就是歐洲人最典型的，不能怪我，我們三權分立，司法是獨立的啊。然後那個企業法庭要做這種判決，我們也很無奈，但是判決又歸誰？那還是歸你啊，對不對？所以我跟你講啊，這個事情啊，我覺得跟剛剛那個講到日本的問題是一樣的，咱們中國沒有亮劍，被人家看不起。我說句良心話，荷蘭我太熟了。我剛剛上課，我班上2個荷蘭人，我都不忍心跟他們講啊，我不好意思講這個問題。荷蘭是太熟了，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講？因為我在那邊待了很久啊，對不對？我要跟大家強調一點，對中國來講的話呢，第一個就是說，我不相信你的司法是獨立的。因為你的政府都不獨立，你跟司法怎麼會獨立？然後第二個的話呢，你這個不合法的結果，想要用法律的方式來合法化，來製造一種國際的視聽，你欺負中國沒有話語權。然後第三點的話呢，我覺得中國在東莞那邊的廠裡頭的安氏半導體的話，繼續不出貨，或者說是還有一個別的辦法，就是想要貨的東西來私下跟我來。以後就沒有你荷蘭的事情了，我們自己就提供你的啊。至於說有什麼東西，因為荷蘭本來一開始態度很強硬的，有人說我不給你芯片什麼的，那大陸本身做好準備的啊，因為大陸自己所有能夠生產的一切有中芯啊什麼的，能夠彼此相互支應一下。但是荷蘭這個開了個惡例啊，非懲罰不可。為什麼？因為想欺負中國的國家又沒有實力的比比皆是，像那個德國的外交部長啊。要來訪問中國的之前還講說什麼？哎呀，我們來訪問之前的話，你絕對對台灣維持現狀，那不可以更改的情況。然後大陸講說你不用來了，你就不用來了，就是這種情況。要非常，那法國也是情況是一樣。所以說現在目前為止的話呢，歐洲人加日本人的話，美國人倒是態度好得很啊。你看那個川普那個打了個電話，你們講我們的好朋友啊，我要到中國去啊，你們千萬不要打攪我要去中國啊。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大家可以心裡看得明白，這個殺雞儆猴啊，這個荷蘭這個雞啊，非殺不可，非殺不可，非殺不可。你如果不殺，以後完蛋了，我告訴你。好，批評荷蘭的不止岳老師哦，包含中國的央視也點名了，文泰已經提告了，代表中國企業呢不想忍耐，也不想再等待了。我們來看一下文泰的聲明哦，包括了不接受非法結果合法化，要求荷蘭永久撤銷行政命令，還要恢復中方完整的股權及控制權。3大訴求很強硬，當然背後呢就是有着北京在撐腰嘛。如果荷蘭不就範那中國可以玩的招太多了，外交施壓、經貿報復、關鍵的材料或者是設施等等嘛，反制手段那叫一個豐富啊。所以如果以荷蘭的立場來看，委員你覺得北京祭出哪一個殺招或是工具真的可以打到荷蘭，讓他們會痛會怕？剛才岳老師講的完全正確，我覺得北京對荷蘭也好，對日本也好已經是忍無可忍了就是這幾個國家其實在過去已經玩過很多小把戲、小手段了，想盡各種辦法讓北京為難的。所以呢，這一次高市講錯話，北京就沒有打算要善了。然後呢，這一次這個荷蘭搞了一個安氏之亂，北京也不會放過他。我完全同意剛才這個岳老師講的嘛，你如果不亮劍人家就以為我們真的是柿子好拿捏了啦。那你說
這個北京有什麼樣的工具？北京有一拖拉庫的工具，它整個工具箱裡都是工具。但是現在显然看起来，北京採取的策略就是那種隔山打牛嘛，就是我打歐洲，然後讓歐洲來打荷蘭。現在這個局勢就是如此。當時安世之亂一開始，北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針對車企所用的成熟晶片進行全面的出口管制，所以歐洲车企受到了影響啊，受到影響到最後连德國的官员都跑去罵荷蘭了，說你閒着沒事幹去幹這件事情幹什麼的？你影響到了我們的。所以如果接下來北京再次的恢復所謂的出口管制的話，那歐洲的車廠都馬上會面臨到停工的問題了嘛。那講更難聽點，我們就跟陰謀論來講一下，歐洲的車廠停工了，對北京的車廠來說沒什麼不好啊，因為現在全世界跟這個北京的車廠跟中國大陸的汽車也能夠競爭的，不過就是歐洲跟日本的。我今天安世，我只要出口管制，你歐洲到日本的車廠都要停工，那全世界就只能買中國大陸的車子了，那就看誰撐得久，看誰挺得久了。更何況荷蘭這件事情哦，他現在是自己在玩這個遊戲，你知道嗎？他自己在玩遊戲，原因是因为他原本要抱美國的大腿，結果沒有想到習近平跟川普會面完之後呢，美國又撤掉了原本當時這個盧克尼克所做的宣告，所以坦白講，荷蘭是在沒有任何美國的法律支撐的情況之下去做了這種片面的決定了。所以荷蘭那樣狀況就跟高市是一樣的。當美國抽手了之後呢，你就要看看這兩個跳梁小丑要不要繼續演下去了。是，好，剛才委員開了一個很有趣的話題哦，就是呢隔山打牛，我不直接跟你搞這些有的沒的，但是我限制我的成熟晶片的這個製程啊，然後呢，你其他的國家就會痛了，你自然就會去跟荷蘭施壓。我們來看一個有趣的數據，包括日本車廠Honda、本田呢，它因為拿不到晶片，它要被迫下調產量，全球的銷售量目標年減10%，那更別說歐洲有3座工廠現在都要暫時的停止生產了。車廠被迫這個延後新車的計劃，還傳說歐洲的部分車廠還有計劃要調整供應鏈，同時要降低對中國廠商的依賴。但問題是，現在全球70%的中低階車用晶片，就是我們說的成熟製程用的呢，都是靠中國的產能在消化的。所以短期之內，你歐洲車廠喊得很漂亮，說啊我們要去中國化，我們要更多的自主權，我們要更多的替代方案。但是現實上，你短時間就是沒有一個選擇啊。所以幹哥會覺得，德國車廠或是德國人，不是說德國人啦，歐洲人很愛喊說我們要去中國化，我們要幹嘛幹嘛，但是有可能嗎？還是天方夜譚？你在東莞的那個安世的廠裡面，半導體廠裡面，你去看那貨都有，就是不出，怎麼樣？為什麼？你現在除非我講荷蘭政府，你跟我們談，你要用什麼跟我們談？你一定要撤銷對於這個不合法的法令，還有你要讓原來安世的 CEO 張學正回去做他的 CEO， 對不對？這些都是基本的嘛。不然我現在跟你講很簡單啊，你知道那個邏輯晶片啊，它不是什麼高階產品啊，它老實講一句，它根本就是一個車用的，然後呢，它是最基本的元件，沒有這一顆，整部汽車都不用出廠。為什麼？它就沒有指令，燈也打不開，剎車也剎不住。它這個晶片很簡單，主控了這一切，沒有裝這一顆，沒有在我東莞的封測廠經過測試之後，它出不去的話，你就幹嘛？你就不用賣了。現在不用賣的不是我中國政府啊，是 BMW， 是寶馬，是賓士，是標致，是你講得出來的廠牌的車，它都被影響。在這種情況底下，我請問一下，你們到底要不要來跟我們中國政府談呢？而且有一些車廠，他們也講，他說從安世這次的事件看起來，他們就發現說不能夠永遠依賴一個地方。那我今天也要講句實在話，你所講那個地方就叫中國，對不對？對。但是你要取代中國產品的可靠度，他說我這一個晶片，一個邏輯晶片，還有這些附加的離散元件，你知道可以，就是裝在車上10年不會壞。你去哪一家廠商可以保證他的東西出來之後10年不會壞？也就是這個相當於它不是耗材它不是什麼汽車傳動軸開還會壞掉。它這些半導體的晶片，老實講一句，它可以用10年而不會壞掉，那就是中國做的啊。那你今天要取代它的那些下游廠商，它至少要7到10年
才會成熟，你等得了那麼久嗎？你有那個時間，還有你有就是你有那樣子的財報可以去支撐等待7到10年，沒有嘛？所以現在你要解決燃眉之急，就是說荷蘭政府你一定要去跟中國低頭，你才能夠知道說我們今天捅了多大的馬蜂窩嘛。安市這件事情，我可以跟各位講，未來的發展一定荷蘭政府又悄悄的道歉，又悄悄的說啊，好，都完全取消了這些制裁的手段。為什麼？因為你用的是50年前那個早就已經過時的冷戰時期的法規，根本是老美國人在後面搞鬼。這件事情我跟你講，對全球的汽車產業已經造成了莫大的傷害，早就應該適可而止了。对啊，所以中國大陸的策略其實只有一句話：荷蘭惹事，你就讓歐洲有事。对，那歐洲有事，荷蘭就要想辦法處理這件事了嘛。是好，所以老師也覺得說，這個晶片的東西，車用晶片，我們擴大看的話，像委員說的，你一個荷蘭捅出了亂子，現在其他的歐洲人都要陪你賠賬。這個本來就是這個道理嘛。這個你以為荷蘭就是單獨一個國家做決定嘛？當然是一個群體做決定嘛，對不对？我剛剛已經提到了，德國也就這種做法啊，對不對？然後法國也想搞啊，对不對？現在唯一比較老實一點的是英國了，因為英國實在是不行了。他有點袖手旁觀的感覺。不是，他不但是袖手旁觀，因為英國本身來講就不跟歐洲走在一起嘛。那歐洲目前為止的話呢，要擴大自己的聲勢。那這個荷蘭其實原來講起來是一個還不錯的國家，但是做這一次這個非常愚蠢的事情的話呢，導致的結果對於荷蘭自己很傷的。了解。我覺得歐洲本身來講的話呢，目前應該做的事情是跟大陸走近一點。啊，經過這個28條以後，歐洲不得不跟大陸走近一點，因為實在是被甩掉了。好，下面節目回來呢，我们要把視角放到太空了，來看看中國航太現在有多厲害。這次神舟22號的應急救援任務呢圓滿成功，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共